顶级智力缺陷局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玩员工重镇这张图，感觉我所在的队伍都总是会充满着一股大脑发育不完全、小脑完全不发育的气息。兄弟们，我们等平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无畏契约高段位特有的看到雌性非常兴奋。开局只是听到木蝶温柔的女声，浴室有人气球。家里的这鸟人就直接从鸟类进化为猿类了。而此刻相比这鸟人的激动，我就显得非常冷静了。我一看就看出这木蝶是个智力型选手了。新回合对面打 B 还没进传送门，他就已经在传送门口钓鱼执法了。木蝶的智力令我惊叹，而相比他的聪明才智，我就显得有点弱智了。我是真没想到有朝一日，队友竟然会对我干出这样的坏事。你的思维升级了吗？升了呀。给我玩呀。你帮我买啊。要啊。给我来把枪。这样。哎，不是你这个畜生啊！你干嘛？就这么水灵灵的被骗了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毕竟以我的准度，其实不管玩什么枪都能杀人。对面打看到木蝶一个人被3个壮汉包围了，我也是直接就一个帅气的出烟，帮他打掉了绿毛，随后再一个丝滑的藏烟闪，又打掉了炼狱。打掉了炼狱后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炼狱还活着，但问题不大。最后国荣也是成功用我的 AK 拿下了这把的胜利。新回合看着他手里的黑波之刃，又看了看我的红波之刃，我突然就感觉有股大波的力量正在侵入我的体内。虽然我接下来的这闪光弹丢的感觉多少是有点傻波了，但问题不大，因为很快我还有更傻波的。这把没钱，同样都是起的风刺，木蝶顶到前点后直接就从容的换掉了一个，而我的风刺应该说也是换掉了一个，只不过特么换掉的是我自己。一共5个人，木蝶打了2个，我们4个人加一块打了0个。看到木蝶刚刚话还挺多的，现在已经开始细节沉默了。此刻我已经嗅到一股红温的味道了。我有个做人原则，就是我一般不会随便把女孩子弄脸红。这几回合都是他带我们，我觉得现在也是时候让我们带带他了。对面打 B， 看到保安哥顶着菲律宾黑网吧的延迟，一个人怒打了3个。我明白接下来就到我福建黑网吧的发挥了。4打2的拆包残局，封出烟雾后，虽然我细节被自己的烟雾误住迷路了几秒，但问题不大。重见光明了之后，我还是打残了钱包，成功的为我们的2打2残局拿到了血量优势。去世。漏洞百出啊，伙计们！不是哥们，抛开我刚刚有点小马不谈，这杰峰是不是也得带点锅？有没有种可能他的这一局如果没空，那我们就死不了了？我有个做人原则，就是我一般喜欢把男孩子弄脸红。有一说一，我觉得家里的这个杰峰打的真有点不是人了。他的操作像谁不好？像特么张国荣，偶尔马枪，经常偶尔。而且在我看来，这家伙甚至比张国荣还张国荣。他如果马枪马的是长枪还好，关键他还总是喜欢马大狙的枪。当我在前点浴血奋战换了3个，然后一上观战，看到他的大狙又白给了的那一刻，我是真的有点痛苦了。而且目前为止，虽然我很难受，但其实也能忍。让我真正开始黑化的是下面的这波，我11杀，杰峰2杀，我和他同时向木蝶要枪。我本以为这木蝶会给谁发肯定是不言而喻的，但没想到。给我来把枪呗。啊，他怎么不给我发，给他发？11杀的第1名不发，把枪发给一个倒数第1名2杀的，就这一个小小的举动，说实话真的是让我心寒了。杀的最多，地位最低，越想越气，痛苦在这一瞬间突然就转化为愤怒了。既然这木蝶这么不相信我的实力，那行，那接下来我就要用我的操作让他知道，确实不能信。特么给我整的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的心路历程就宛如此刻的这个烟男，哼着小曲唱着歌，结果走着走着就进救护车了。冷静分析，这木蝶和杰峰应该是双排的。既然是双排的，那木蝶刚刚会先给他买枪，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。不过虽然杰峰的枪我可以理解，但他的实力我就有点不能理解了。我感觉我随便按住鼠标左键都能杀人，但我看他就是属于不管怎么杀都杀不到人。打了13回合杀了3个，感觉他这情况应该是属于运气问题，所以杀不死人了。看着杰峰这张一看出门就很容易被大运撞死的脸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要对他多给予点关心的。想了想，我决定这把和张国荣跟在他后面，用我们的好运帮他平衡下霉运。
我操不！是他不摸进步啊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个人感觉不是运气出问题了，是智力出问题了。开局脚步不隐藏，感觉这杰峰是真有点糖。不过幸好，我看对面好像还有更糖的。这俩的同步率我感觉已经可以开机甲了。他俩不仅睡觉非常同步，甚至就连掉的枪都有种诡异的同步。从4比8追到了7比9，感觉局势突然就好起来了。虽然经过了这么多把的沉淀，杰峰的发挥还是依旧稳定，但幸好张国荣已经完成变异了。下半场连追了5分后，此刻队内上下洋溢了一股轻松愉悦的气息。看着脸上的张国荣满脸的小儿麻痹，此刻我还是忍不住有点嘴角上扬的。不过我的意思是，我看旁边的这木蝶好像就有点被吓到了。40多度，我怎么可能不开空调？虽然我们没开队伍麦，但木蝶好像已经闻到一股降智的气息了。而不得不说，他的判断还是非常对的。我只是跟张国荣在一起待了短短几秒。枪给我，让我玩下妖灵威龙。哎，小两个，你有病啊！他妈现在把枪给我！我就已经感觉到我的智力受影响了。继刚刚的那波交火中途丢长枪后，紧接着就是掏闪被人打手枪。而继掏闪被人打手枪后，紧接着就是看到丢丢超绝用刚被闪光。这把游戏之所以能被称之为智力缺陷局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又来到了这个事故高发地，开局对面盖克开大，来，记得帮我挡鲨鱼。看到张国荣细节把声音听反了，正当我幸灾乐祸想看他被咬时，我没想到人糖杀更糖，而来不及嘲笑这盖克的大了，因为很快就是我的大。我开大后，细节走静步，打闪穿烟雾，一个人没看到，尽显散步天赋。听到对面火男开大，我和思凯互相丢次闪光，给彼此喂了全白后，来到观战，看着大家伙的一系列精彩操作。本来刚刚我对于这把游戏还是充满希望的，但现在我说实话，我感觉我们已经可以投降了。这把我们大家虽然都没打出什么特别炸裂的抽象操作，但在操作细节中，我却总是可以闻到一股腌到骨子里的糖味。看着这张国荣2周夏令营一生军旅情的样子，又看了看旁边的这杰峰，不知道为什么进攻方又掏了把大狙出来。此刻我对这把游戏真的是已经绝望了。这把明明是超凡局，可是在我们的操作中，我却根本感受不到超凡的气息。队友打得像一坨，我打得也像一坨，而且我打得像一坨也就算了，最没想到的是我这一坨竟然都已经是我们队伍里最强的一坨了。11比12，拿着杰峰的大狙打掉了火男，又一波细节开大走静步，打掉了杰峰后，3打2。本来这把不出意外是可以赢的，但可惜，就像那波木蝶在浴室把对面一穿2，这波木蝶在浴室也被一穿2了。而被一穿2后，如果我能第一时间把烟男抓掉，其实也是可以赢的。但是，我又像那波一样把自己闪了。明明只要拿下这分就可以拖入加时了，但终究还是输了。这把的游戏，整局都没发生什么大事，却有一环扣一环的充满弱智。如果要形容，我只能说它跟之前我玩的任何一把顶级盛宴都不一样。它就像一盘黄师傅做的简单的小菜，看着平平无奇，但吃完后越品味儿越大。而且这股味道不是香味，仔细回味一下就会发现，特么是一股淡淡的屎味。